这个影片我们继续来看字形结构。在这一章讲义里面，我准备的是上下结构、含歌的字，还有人字头，还有含瓜的字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上下结构的字。上下结构的字形在汉字里面非常常见，相比于其他复杂的字形，我觉得它的书写方式是比较容易的。我们只要掌握了各种笔画的基本写法，我们都可以写出很好看的野蒙字上下结构。那接下来就请看我的演示，不多做讲解了。
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看看含有歌这个部首的字。在我这边选取的例子是成、或、危、哉。最后这个名，它虽然不是一个歌，可是因为它这个最后有一个笔画是非常类似的，所以一并放在这边写给大家看看。我通常呢，这个笔画会写的稍微高一点点，给这里这个笔画留一点空间。右上角呢，你可以画一个圆点，或是画一个爱心，都可以。这一部分，这个可以这样子写，也可以这样子勾起来写。最后这个笔画有时候也会拉得很长哈，这个就要看你真正在写字的时候哈，看你的目的是什么。那你看看整体的构图，可以拉长，也可以缩短。在眼蒙字里面哈，任何一个有含口字的，这个口的部分都是最好进行变化的地方哦。你可以有长口，有可以方口，有可以圆口，各种样的变化都会造成不一样的效果。在画面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包含人字头的字，比如说权、于、命、金、会。人字头的字呢，一般来写，我们正常写法是会像这样子啊，是比如说我用权字来做示范，我会觉得上面这个地方哈，就一点都不萌不可爱。
所以慢慢的，我就演变成它上面这一笔是要往上拉一点，然后再勾上来会有一个曲线在这里。重点就是要让它这个上面要拉宽，把这个空间拉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写下面的部分，会有比较足够的空间，整体的造型也会比较好看。最后的这一个会呢，是我们的常用词那这个字因为它本身的结构比较长，所以呢我们在写的时候，经常呢会必须要突出我们的格子。这个时候就不必要拘泥于，就是说我们本来规划的上下这个红线的范围，我们就把字写大。有时候就是必须要能够做一些小小的通融，做一个妥协，这样子你的字才不会挤在一起。我们重点是要让大家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写的是什么字，不要因为空间不够，所以就把字统统挤在一堆，这样子就失去了我们写字的目的了。这支影片最后的部分是含有刮部首的字，这种字呢，其实在生活中并不多不过因为它有其特殊性，所以我还是稍微写一下来给大家看。那第一个字是爬爬算还蛮常用的。第二个是瓢，瓢虫的瓢。第三个字是胡。第四个字呢，这个是其实还蛮少见，它叫做柏，它是小瓜的意思。然后这个呢是花瓣的瓣，这个字比较特殊，它是左中右结构一起都来写给大家看看。爬这个字的原型我们先写一下看一下。我们这一个笔画要往右边拉，然后右边这边再放上一个八字。像这样子有底下要拉过来的字形呢，我通常就会把它变成左右结构。
变成这样子，就跟原来很不一样。这个瓢字就明显是左右结构的字哈，那我一样就是先把左边的写好，那右边的瓜呢，我会稍微缩小一点。这个很少见的“伯”字啊，它左边是一个瓜，右边是一个勺，就是这样子写的。同样是左右结构哈，那所以在这边它的“瓜”字在左边，我就会把“瓜”写大，而不像是这边哈，“瓜”都是写小的。最后的“半”这个字，我是觉得它是比较难写的哈。那不过它明显就是左中右结构，那不要太烦恼，我们就是把它慢慢的把它画出来就是了。整个字它会变得很宽哈。这个就是半字的写法。你在练习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怎么写怎么怪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毕竟它不是常用字。日后当你在创作的时候，再和别的字一起组合做修整就可以了。